公主过奖了。琉璃日后除了要向大长公主讨教，也要多多仰仗在座的诸位婶娘阿嫂。大娘何必自谦？明日过后，你便是钟眷培的宗父，在座的各位便是你的婶娘嫂子，只怕还要靠你这宗父多多照料才是。我大病初愈，坐了许久，累了。诸位不必客气，尽情吃喝享用，容我进去歇一歇。这些年，这些钟眷培的族人，在裴守约那儿吃拿惯了，突然断了供给，怎能甘心？不过是因为碍着我在，不好发作罢了。原来这世上倒真有因祸得福这种事。大长公主今日叫我等来，原来是要送这一份厚礼。只是有些东西拿了是要亏心的。阿嫂，你怎么不替大家说句公道话？难不成像我家当年这样10几口人，竟都是白死了？在座的诸位都是琉璃和守约的族中长辈，应该知道亲族同气连枝的道理。守约父兄当年所谋，也正是为了宗族大义。族中响应者，也是甘愿跟随其后，并无人强求。当年若是事成，钟眷培今日定不会逊色西眷培半分。只可惜时运不济，事情败了。正所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又岂是你我能后悔抱怨的？那我倒是要请教一下，如今俱损已经有了，俱荣又在哪里？阿婶问得好，请问阿婶，守约这些年来，可曾将洛阳家产的收益用于自家的私事？守约过去不曾，将来也不会。守约曾与我说，洛阳产业的收益，便要用来修宗祠、扩族学、买祭田，还要多买几处宅院，安置来京赶考的族中学子。族人考学可是关乎每一户的大事。大娘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这些收益具体怎么用，每年都做些什么，到时琉璃也会与诸位婶娘阿嫂商议。可大长公主方才说的明明白白，洛阳产业属于守约一个人的，可你如今却说要将产业的收益与钟眷培的族人共享，绝不私用。正是。守约曾说，这份产业里有太多族人的性命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用于自家的私事。所以哪怕早年间他那般贫穷，也不肯动用这些产业，更何况是今日。琉璃身为裴氏妇，自当遵从夫君的意愿。琉璃今日在此起誓，这些钱帛，琉璃绝不会用于填一己之玉壑，足一家之用度，不然，便叫琉璃日后不得好死。哎，你是钟眷培的宗父，怎好讲这么重的话呀？来，我们一起敬宗父一杯。
这个库迪琉璃疯了，为了要与我作对，竟然要跟这么大一笔钱过不去。不对，我不信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或许库迪氏是为了安抚族人，等坐上宗父之位，再变卦也未可知。他现在正得意呢，以为从此可以万事大吉，安享洛阳的产业，稳坐他的宗父之位。只可惜，没有人能抢走我想要的东西。他陆七娘做不到的事，库迪琉璃照样别想做到。哎，你现在不仅是画技惊人，连这书法的功力也是越来越好了。他们都说啊，你的字在长安远近闻名，作为你的妻子，自然不能落下。这才想着效仿你的字练习一下。对了，你今日去赴大长公主的鸿门宴，她有没有难为你？难为我又如何？你知道我应付得来的。作为我裴行俭的心腹，看来还真是要有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气魄。上要敢得罪圣人，下要敢忤逆公主。琉璃，那天族产我从未在乎，由你处置就好了。你要记住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你身后都有我在。更何况，你能不能做中眷裴族的宗父，也不是由他们说了算。你是我裴行俭的妻子，你就是他们的宗父，你就是中眷裴族身份最尊贵的女子。娘子放着吧，我来收拾就好。娘子为何总是对着这幅字帖发呆？我总觉得守月他心里有事。郎君的心事怎么会瞒着你呢？娘子多虑了。别的事他自然不会瞒我，能让他瞒着我的，恐怕只有一个人，一件事。那个人就是武昭仪。娘子所说，莫非是圣人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事？武昭仪是我的贵人，也是我的恩人，没有武昭仪，便没有我琉璃的今日。守月与武昭仪也是故交知己，对武昭仪也是心怀感激的。但守月又是公私分明之人，改立皇后并非是武昭仪一个人的私事，而是关系到圣人名誉，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国事、大事。近日来，每每我提起武昭仪，守月总是三缄其口。我瞧他那意思，
也觉得武昭仪是先帝嫔妃，圣人庶母，不宜立为皇后。就算她深受皇恩，也断乎不会徇私，在立后一事上偏帮圣人和武昭仪。娘子以为，郎君是顾及你对武昭仪感情深厚，所以才避而不谈，害怕娘子为难吗？如果只是这样，倒也没什么。可我总觉得，守约他在筹划一件大事，此事与武昭仪有关，或许也与这幅字帖有关。娘子，那些庄头们又来了，说是要见您，还送来了这个。诸位庄头刚回洛阳不久，今日又不辞辛劳地跑来，着实辛苦。只是不知诸位带着各自的身契来见我，是何缘故啊？小的们见过娘子，我们这些洛阳庄头的身契都在盒子里。过去我们是大长公主的家奴，这些身契是大长公主交给我们，让我们带来交给娘子的。今后，小的们就是娘子的家仆了。特意前来听候娘子的差遣。大长公主将身契交给你们时，可曾说了什么？大长公主说，我们这些人替娘子和郎君管理洛阳的产业，却是河东公府的人，此事欠妥当。是他过去欠考虑了。如今不如将我等的身契送给娘子，这样将来洛阳的产业，无论收成如何，都与他无关，也省得遭人非议。他们的妻女都在大长公主手上。莫非诸位都是大长公主的家生奴仆？娘子说的不错，我等都是河东公府的家生奴仆。也就是说，大长公主虽然将你们几个的身契给了我，但你们的家人还在河东公府做奴作婢，可是这样？正因如此，大长公主替小的们着想，让我先来向娘子请个罪。大长公主说，日后我等若是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，娘子尽可以随意打骂、责怪，只是莫要将我等转卖出去，以免叫我等和家人骨肉分离。这大长公主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说是把庄头们的身契送给娘子，手里还是捏着这些人的妻儿老小，这和人质有什么区别？这些庄头们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还是听大长公主的。大长公主还真是有心了，诸位庄头也委实不义得很。小的们过去多有冒犯，请娘子处罚。请娘子处罚。你们日后只要用心当差，过去的事不提也罢。不怕娘子气恼，日后小的们只怕还是会有负娘子所托，不如一并处罚了的好。此话怎讲？回禀娘子，庄园上半年的收成尚可，但最近洛阳雨水成灾，只怕下半年再无收成可缴了。这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一边交来身契，一边还在替着大长公主昧咱们的钱。最可气的是，还把大长公主摘了个干净。下半年没有，那明年、后年呢？这个也说不准，或多或少要看天时。小的们自会拼命去做，但要年年都像上半年这样，绝无可能了。既然人人拼命做，还不一定有收益，那我留着这些田地有何用？
亏得大长公主有命在先，不愿你们与一家老小分离。就算你们再无能，也不许我将你们卖了，换人来打理洛阳的庄园。既如此，我不如将洛阳的庄园都便宜发卖了，至少还能落个清净。至于你们，将来理应一同转给新主子的。可是大长公主有令在先，那我便只好让你们回河东公府去了。这如何使得呀？洛阳那边的田地都是你们家的祖产，又都是良田，何其难得，怎么能说卖就卖呢？方才是你自己说的，就算拼命做，也未必能有收益。既如此，留着他们又是何苦来哉？这些田庄，我必要一处不剩的全部卖，越快越好。你呀，这便拿上身契去回禀大长公主吧。我估摸着，这10几处田庄，大概总能值个30-40万糜。若是大长公主肯接手，便是20万糜也使得。可若是再少，只怕在族人面前啊，就说不过去了。那库迪琉璃要将洛阳的庄园卖给我。啊，回禀大长公主，若认真算起来，20万糜不过是那些庄园总价的30%，怎么算都是笔好买卖。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。这些年，我一个子儿都不曾出，还年年坐收洛阳的收益。如今让我拿出20万糜，这不摆明了要割我的肉吗？老东西，你不会是怕这个库迪琉璃真要去官府告你们，所以才哄着我出钱买下这洛阳的产业？日后你们这些庄头便可以夺揽省事了吧？小人万万不敢。阿卢，你怎么看？义母，快看，将军回来了。恭贺将军凯旋。有劳夫人等候。你们别光顾着说话呀，吃口菜垫垫，免得酒喝猛了。守月啊，这一路上看你心事重重，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朝上又有什么事了？如今的朝局，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重臣专权，圣人处处受其掣肘。双方在朝事上有很大的分歧，尤其是废后立后一事，可以说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。你是圣人的心腹大臣，所以你自当站在圣人一边。我当然支持圣人夺回朝权，但立武昭仪为后一事，立后一事，圣人急需朝中心腹大臣的支持。于情，你应该支持圣人和武昭仪。这于理，你又说服不了自己。恩师所言，正是弟子难处。这人生在世，左右为难之事何其多，唯有内省不疚，则无论后事如何，才可无忧无惧。守月啊，至于你
该怎么选择？好好问问你自己的本心。内省不疚，则无忧无惧。多谢恩师，弟子受教了。回禀阿家，我今日听说王皇后已经被圣人禁了足，女都悉数换了。原来侍奉王皇后的宫女、女官，大多被贬入了掖庭。如今宫内已然是武昭仪的天下了。近日我一直忙着操心洛阳庄园的事，险些漏了这么重要的消息。这武昭仪和琉璃私下甚笃。琉璃和守约大婚当日，武昭仪还大张旗鼓地送去了厚礼。阿家细想，日后这圣人若真废了王皇后，改立了武昭仪，那琉璃岂不是有了大靠山？依媳妇拙见，不如趁现在，我们花点小钱，吃了裴守约在洛阳的产业，以免夜长梦多。错失了良机，这将来武昭仪若真封了后，这琉璃和裴守约，恐怕咱们都招惹不起。哼！哎呀，看不出阿鲁你还有这般心思聪明的时候。好，你这就去告诉那个库迪琉璃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但20万民可不是个小数目，得容我有一段时日，好好筹措一下。是。此役不过是一场小胜，将不断袭扰我北方边境的那些人赶回他们的城池罢了。本想乘胜追击，可圣上急召，我们只好班师回朝了。恩师何必过谦？经过此战立威，想必那些外敌不敢轻易来犯。现在看来，东北边境会有一段时间的宁静了。这些人不足为惧。我现在担心的是西疆。这北部叛乱频发，这吐蕃又虎视眈眈。西疆局势不稳，圣人也颇为头疼。依我愚见，不久后，圣人便会对西疆用兵。恩师多年来，日日操练兵马，夜夜熟读兵书，想必用不了多久，便能保家卫国，一展抱负。只要国家需要，为师可以随时提刀立马，为国尽忠。届时弟子一定成为恩师的马前卒，为恩师的西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好。郎君呢？见儿留为国家死，岂因庶子作杀之。今日听恩师一席话，犹如醍醐灌顶，心中豁然开朗。你怎么了，琉璃？我只是在想，你今日怎么改了性质，不再临那张伯英的字帖了？火候到了，字帖自然就临好了。这几日我常在想，如果我裴行俭只是库迪琉璃的夫君，再也不用顾及别的事，顾及别的人，只与你长相厮守到老，那该有多好！你是我夫君，却也是圣人的臣子，百姓的父母官，更是大唐的子民。守约，
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无怨无悔地跟随你，支持你。只是，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何事？我只要你信我，肯将心中所思所想告诉我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和我的夫君同甘苦，共进退，长相厮守。你可是答应我了？夫人有命，为夫岂敢不遵？守约慧眼如炬，胸怀天下，今日老夫才领教了。举手之劳，不敢承蒙太尉和楚相的谬赞，下官告退。这么晚了，你还穿着这身衣服站在院中，今夜有事啊？琉璃，你以前常念着要去西周，你可是真的喜欢西周吗？过去阿娘让我去西周，是为了保护我的性命，想让我找一个没人找得到我的地方，好好活下去。如今啊，我阿娘的冤案已经平反，我自然用不着再去西周吃苦了。反正只要你在哪，我便在哪。郎君娘子，禀郎君娘子，宫里来人了，正在外面候着呢。见过裴明府，见过库迪夫人。圣人急召裴明府入宫见驾，还请裴明府快些上马，随我进宫面圣。王内侍，圣人何事这么着急？竟等不到天亮吗？不知道裴明府和夫人可认得武昭仪的母亲杨老夫人？方才杨老夫人突然进宫，神情极为不悦，也不知跟圣人说了什么。圣人听后龙颜大怒，当即就要召见裴明府。看裴明府出来的如此之快，又穿着齐备，怕是早有准备吧。不过一会儿还是要仔细一些。今日圣人着实是奇招了。守约心里有数了，多谢王内侍提醒。琉璃，你回去就寝吧，别担心，我去就回。撤！撤！
圣人，裴明府到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裴明府。臣见过陛下。守约，你可知朕深夜召见你，所为何事？启禀陛下，陛下深夜召臣觐见，或许和臣今日去东堂之事有关。前几日，楚相找到微臣，想让臣帮他临摹一张字帖。今日早朝后，臣带着临摹好的字帖去找他。楚相的小吏让臣等在东堂。请问这位可是裴明府？嗯。楚相早就吩咐下了，若是见到裴明府来，便请您直接去东堂等候。臣去时，正值宰相会时，长孙太尉和楚相破例见我于东堂。长孙太尉与楚相与我闲谈几句过后，便询问臣关于武昭仪立后一事有何看法。臣便直言。方才王内侍说陛下要见臣，臣猜想大概是因为此事。你可知今日宰相会试之后，大臣纷纷议论，宫内也皆在谈论此事，宣称你说守约说了，圣人若执意立武士为后，国家祸乱将自此而生。可见，这不仅是他的肺腑之言，更是洞悉了天机。守约，此事你有何可辩？臣确有此言，无力辩驳。但臣此番言论实属为国忧虑，陷陛下于两难之地，臣无颜面生。朕来书房之前，媚娘还说了一句，说守约不似这般忘恩负义之人。如今看来，你不仅忘恩负义，还得意忘形，不知轻重。朕想擢升你入吏部，众多大臣争相进言，几番阻挠，违逆圣意，引得朝堂上人人瞩目。你本是极为谨慎之人，此时却无故莽撞行事，凭空惹人非议，陷朕和武昭仪入窘境。守约，你倒是说说看，要朕如何相信你不是有意而为之？臣有负圣恩，请陛下责罚。好，很好。你如今竟连辩都不肯辩了吗？你不要以为朕会顾念你以往的功绩，轻罚了事。你可知道，如今朝堂上下、后宫内外，都等着看朕如何发落你。请陛下重罚。重罚？重罚！陛下息怒，臣万死。你要朕重罚你？好，朕派你去西周为例。臣领旨，谢恩。守约，西周险恶，是你咎由自取，莫要怪朕心狠。
守约，人人都知道你是苏定方的高徒，但鲜有人晓得，你也曾师从名师，学习推演之术。你不妨当着朕说说看，武昭仪可有母仪天下之相？从相术看来，吴昭仪的相貌贵不可言，唯子女缘薄，不宜母仪天下。朕命你后日即刻去西周赴任，不得有一刻容缓。娘子还是回去等吧。晨露最凉，这几年你身子一直不好，小心受了寒气。我现在担心的是西江。西江局势不稳，圣人也颇为头疼。依我愚见，不久后，圣人便会对西江用兵。琉璃，你以前常念着要去西周，你可是真的喜欢西周吗？阿成，你去多准备几驾车马，再挑几个可靠的、身子壮实的下人，无亲无故可以远行的最好。娘子，这是为何呀？我们要远行吗？去哪儿呀？西周，守约要带咱们去西周。西周？你快去啊！阿妮、小谭，你们去收拾细软。这宅子大，要整理的事物颇多，还是早些动手妥当。是。玉，不是让你睡了吗？啊，你怎么不听话？身子都冻僵了。圣人有没有说让你什么时候走啊？此去西周路途遥远，我也不知道你闯下的会有多大，圣人会让你在那儿待多久。所以如果来得及的话，我想忙完洛阳庄园的事儿，去见见舅舅、舅母、义母、阿翁、小顺子。我还想和武昭仪去道个别，你准不准我去啊？你这个小机灵鬼，真是什么都瞒不住。